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人物以其非凡的成就和影响力永远镌刻在人类记忆中。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名字不仅代表着权力和征服，更是策略和智慧的象征。他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小岛上的少年如何成为影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传奇人物。拿破仑出生于1769年8月15日的科西嘉岛，那是一个风景如画却鲜为人知的地方。他的家族源自意大利贵族，却在法国的统治下成长。拿破仑的童年充满了对法国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这种情感在他的青年时期愈发明显。他早年在法国军事学院接受教育，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年轻的拿破仑充满野心，他对政治和军事都有着深刻的见解。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拿破仑迅速在军队中崭露头角。他的才华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胜利，更在于他如何利用这些胜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796年，他开始了对奥地利和其意大利盟友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不仅巩固了他在法国的地位，也使他成为国家英雄。拿破仑的早年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天才的崛起，他还展示了一个年轻人如何在动荡的时代中寻找并把握机遇。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这些梦想有多么的遥不可及。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拿破仑·波拿巴的青年时期，他的人生轨迹开始显现出非凡的光芒。这个时期对于这位未来的帝国统治者而言，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也是他军事和政治生涯的开端。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始于法国革命战争，这是一场混乱而充满机遇的时代，为他提供了展示军事才能的舞台。他首先在图隆战役中引起了注意，那里他巧妙地驱逐了英国的侵略者。随后，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军队的指挥官，这一职位成为了他军事才华大放异彩的起点。在意大利战役中，拿破仑展示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官的天赋。他的战术不仅聪明，而且大胆，能够迅速适应战场的变化。他在这次战役中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不仅巩固了他在法国的地位，也使他成为了全欧洲知名的军事天才。此外，拿破仑还参与了埃及远征。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削弱英国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并为法国打开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线。尽管这次远征在军事上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但他对拿破仑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埃及的行动强化了他的领导地位，并为他日后掌握法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在军事成就之外，拿破仑的青年时期还体现了他作为改革者和战略家的身份。他对法国的教育、法律和行政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在后来的岁月里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拿破仑的青年故事不仅是关于军事和政治的成功，更是关于一个人如何通过智慧和勇气，在动荡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终改变世界的故事。他的早年经历为他日后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以及他对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铺平了道路。拿破仑·波拿巴的中老年时期是他个人生涯的高峰，也是转折点。这一时期，他不仅成为法国的最高统治者，还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整个欧洲。1804年，拿破仑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和军事成功，最终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帝国的皇帝，标志着他从政治家到君主的转变。他的加冕仪式在巴黎的圣母院举行，这一历史时刻象征着他对法国的绝对控制。作为皇帝，拿破仑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法律、行政、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深刻影响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发展。在军事方面，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以一系列战争和冲突为特征。拿破仑战争 （Napoleonic Wars） 是他统治时期的主要特点。这些战争涉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影响到了北非和中东地区。他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在这些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赢得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如奥斯特里茨战役、
（Battle of Austerlitz） 和耶拿战役 （Battle of Jena Auerstedt）。然而，拿破仑的扩张野心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812年，他的俄国远征 （French Invasion of Russia） 以失败告终，标志着他军事生涯的转折点。这次失败导致了大量的法军士兵伤亡，严重削弱了拿破仑的军事力量。此后，他在莱比锡战役 （Battle of Leipzig） 中遭遇重大挫败，导致了他在1814年第一次被迫放弃皇位。拿破仑在1815年逃离流放的，并重新夺回权力，但这一复辟仅持续了100天 （100 days）。在滑铁卢战役 （Battle of Waterloo） 中，他最终被反法联盟击败，这标志着他政治和军事生涯的终结。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 （Saint Helena），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并于1821年去世。拿破仑的中老年故事是充满戏剧性和转折的。他从一位无可争议的欧洲霸主到被流放的失败者，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个人命运的波折，也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缩影。他的统治和战争对19世纪的欧洲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和军事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拿破仑·波拿巴的晚年和他的遗产标志着他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的地位，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战场，延伸到了政治、法律、文化和科学的各个领域。军事上，拿破仑引入了战争艺术的重大创新，他对火炮的运用，特别是移动储备炮兵的有效利用，彻底改变了战场的面貌。他的战术不仅聚焦于集中火力，还强调快速行军和果断机动。这些策略在后来的数十年甚至数世纪里继续影响着战争的形势。拿破仑对法律体系的改革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整合了法国革命后混乱的法律体系，创建了统一而连贯的民法典。这个民法典废除了贵族特权，确保了财产权，创造了更大的平等。它的许多部分甚至在拿破仑帝国解体后仍被许多国家保留下来。拿破仑还对度量衡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公制推广到了整个欧洲。公制以十进制为基础，比传统的度量衡体系更为理性和易于使用，成为了现代度量衡的基础。在国际政治方面，拿破仑通过出售路易斯安那领地给美国，间接影响了美国的版图扩张。这笔交易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土地，也确保了这个新兴国家在北美的日益崛起。文化方面，拿破仑对卢浮宫的贡献不容小觑，他将卢浮宫从一个王室建筑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博物馆，收藏了来自整个欧洲的艺术品。在政治地理上，拿破仑的征服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并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最终的德国统一埋下了种子。此外，他对西班牙的入侵也间接促成了拉丁美洲的一系列独立运动。在宗教方面，拿破仑在保持国家世俗性的同时，也与天主教会保持了良好关系。这在现代法国的政教分离政策中依然可以看到影子。拿破仑的影响跨越了军事、政治、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他的遗产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是一位改革者和战略家，对现代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